Year 2019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beginning year for Riway. The future of Riway in the coming year will start from the annual staff meeting of our company employees in January. This time, the location of the annual staff meeting, the company final decision was to go to South Korea, Seoul. 사나해요. 감사합니다요.从这个大门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我在想，是不是飞马之夜所有的细节上的安排，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就好像我们公司一些领导人付出很多代价，做了几千万业绩的人的那种晚宴。由此可见，在公司里面有人觉得这一群人很重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2019年将会是 Riway 的开始，那个开始呢，将会是从今天这里开始。过去的10年 ，Riway 为什么能够走来今天？绝对不是1、2个人的这样的功劳，绝对是一个团队，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的一些付出。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还有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给他们多少钱，他们都不会想做，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不过他们做了，也只有一种人会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自己人。你们都是自己人。来，后面的伙伴就坐。刚才你们去吃午餐的时候，他们没有送你一些东西咩？没有送你们礼物啊？我这里有东西要送你们。所以最近这个东西一直在出现，自从韩国这个员工的尾牙就一直出现这个东西。好，那么那时候当我们呢，别人我不知道，
你看，当老板发这个视频来到我们的群组的时候啊，我的感受是这样，因为前面谈到很严肃，讲到哇怎么样，2019年绝对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年。那时候我还在想，哎呦笑了，这一年华人，因为你看，我们通常都很向往说想要去我们的一年一次的员工尾牙，因为每一次老板都会设计到很特别、很有趣，让我们很想要去参与在里面的。每一年都是如此。不过这次从刚才老板的前面那个视频，我们一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年不好过了。每个就在那边越听越失望，哎呦，笑了，就很失望哦。结果突然老板从口袋这里拿出一个沙朗黑哦，然后后面还做，现在有录了，我就尽量不要被抓进去。你看，这些都是老板最不可能去做的东西。你看 Victor 喊这么大声，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老板。为什么？因为老板是领导人，对不对啊？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不要想得太远。你看，我们今天看到老板都是穿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的，领带绑得很整齐的。那比如说有一天，你去到楼下的大厅咖啡厅，你看到老板穿拖鞋下来，然后头发没有梳下来，紫色、红色、黄色、绿色的，然后穿着一个破烂的裤子。你看，讲到一个领导人怎么样，有可能就这一幕而已马上你就把它定位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方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领导人就是有领导人的形象要去保持的。当我们选择做这个行业，我们选择把自己本身定位成为领导人的时候，最低限度先不要讲谈法怎么样先，做法怎么样先，最低限度必须要先从外表上，你要看起来好像一个领导人啊，对不对啊？而不是说五颜六色啦的头发，或者说裤子破洞啊，衬衫的颜色也是很像彩虹这样的，变成说人家就对你没有什么很大的信任在里面。所以老板是最不可能做这件事情的。所以那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一群伙伴们就在那边想，哇，这个牺牲大，对不对啊？这个牺牲真的很大。因为当我们去到老板房间看到老板的时候，我们说，哇，老板，我们很感动，可是是什么东西推动到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么大的一个牺牲？他就讲说，你们不要问这么多了。他也不会白白牺牲的。有谈过某一些条件了，结果我们也不了解他在讲什么。一直到我们去到韩国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核心管理团队就一群人不见掉了，我们也不懂他们去了哪里。结果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边哇，我们看到的时候，老实讲，整场很开心，也非常非常感动。因为老板真的讲的那一句话很对，因为是自己人，他们才这样去做啊，对不对啊？就因为是自己人，他们才这样去做。所以这里面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就是说，有人会很去注重在团队的成长，他们会去策略、去计划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有趣的活动，让人家很想要去，然后里面安排的非常非常漂亮。至少说，当我们每一个同事参与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自豪，来自于这样的一间公司，很自豪拥有着这样的一个好像一大家庭的一个团队。所以单单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说必须要给瑞威一个热烈掌声。好了，那么到了现在呢，就由小弟我来分享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接下来的一些讯息，应该跟坐在这里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你们应该会想要听的一些讯息。那么会不会是好消息或者坏消息，我就不知道了。就要看你用哪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讯息了。所以准备好了没有？好，所以要准备一下要是刚才你吃完午餐，有几个肉还卡在中间的，尽量把它拔出来先，不然人家 live feed 拍到你的时候，全部菜啦、肉啦。你看这一次这个韩国的尾牙，其实你们也听到消息，就是说有14位升级成为了
总监级的人物。那么8个国家其实不止8个国家，有7个新的总经理也被升任了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你看，这一次升任了这样的一个岗位的时候，我就开始见了几组的领导人，过后我就发现到，你看以前我总是觉得说，当我是培训部的老师的时候，经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时候我做的东西已经是很多了。可是这一次接手了这样的一个岗位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要做的东西还是这么多的。就以前以为已经做了很多了到现在我会发现到，原来要做的一些决定，比如说会场的一些决定，会议的一些日期，举办在哪里，以什么形式来安排的话，这一切，要是没有这一次新的这个7位总经理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一切都还需要老板跟核心管理团队一起去安排对不对啊？而以目前瑞威的速度的话，它的确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变成说没有办法碰到太多新的市场，尤其是香港也尤其是澳门这样的一个市场变成说公司也不能够当成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就好像今天这样的一场会议，的确也来了很多香港的伙伴们，的确也来了很多澳门的伙伴们，甚至很多人也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来集中在这个市场。可是公司不能够把它当成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们还没有想要来这个市场。也就是因为你们的结果，你们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公司是觉得说是时候我们要来一起配合了，所以才会有我的诞生对不对所以真的必须要感谢你们所以先不谈香港先，你看单单印尼，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印尼的领导人哈辛来到现场。你看单单印尼的总经理就是我们的 MK，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MK 是我们发展部总监拿督的弟弟来的。从我进来 Riway 的第1个月，我只见过他1次，下一次我见到他是几时过后，你们知道吗？2年过后。虽然那时候我们是在同样一个部门可是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见到他。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印尼的。问题是他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怡保人，甚至有时候有些人看到他讲说，你是印尼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已经开始认不出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了。那么 MK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你看今天一个领导人要独立在一个市场做起那个市场，先不要讲很大成绩先，我们先说先生存在这个市场的话，你需要很大的纪律你要能够纪律你自己本身很大的纪律。那么你要有那种很容易去适应市场的能力，你才有可能可以在里面生存。先不要讲生活还是什么豪华的一些东西先。这个领导人 MK 我们的印尼的总经理，他可以一去印尼3年4年就不回马来西亚了。哈辛知道的，他可以说为了团队为了领导人跟他们一起配合，他不回去。然后孩子又要生了，孩子都要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么付出的，我就说单单他的身上就已经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向他学习了，对不对另外一位我们的日本国家这个市场，我们的总经理就是我们的 Eric Chen。 你看一个台湾人去到日本接手了这样的一个岗位，完全语言不通的一个地方人家跟你こんにちは，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的，他也不会，逼着自己本身工作的时间下课的时候去补习课，去学日语甚至说很有胆量的承诺 commit 承诺说表扬大会用纯日语来谈。老实讲那一天他谈的好不好我也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听不懂日语。
不过当他一开场站在舞台的时候，一开始分享的时候，我跟我的很多伙伴们都掉着眼泪，因为我们看着他付出很惨痛的代价，想要把这个语言学好，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的是能够比较好一点，跟日本的领导人一起去配合。只不过纯粹为了一个希望，他能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上吐下泻，很不舒服，很搞胃，为了要把那一场做得最好。好，包括还有什么市场？好，包括我们讲的几个例子了，包括我们讲的越南。越南跟香港也是一样，接下来我们公司会去发展的一个地方。你看越南的市场是由谁？是由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ackie 的。我相信前一批的领导人比较早加入了，就会认识 Jackie， 对不对啊？那么 Jackie 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进来的时候，他是在教导我的一个人，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人。然后我都有跟你们分享过我的故事了。以前我进来，头发不是往后梳的哦，以前我进来是一半盖着我的另外一个眼睛哦，真的。然后金色的。那么当他面试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 ，OBB 你要学啊，进去里面谈。”那时候也不会谈。我说：“我第一天啊，你有没有搞错？你要我谈 OBB， 你至少给我2-3天的时间嘛，我又不是要闪的。”他讲说：“你眼睛有问题是吗？”我说：“没有问题啊。”他说：“所以你的眼睛是看得到的。”我说：“看得到了。”他说：“这样你会讲话吗？”我说：“我会讲话。”他说：“如果你眼睛没有问题，你会讲话的话，那么你就站在舞台看照片谈故事咯。”他讲说：“看图片哦，讲故事哦，你看到什么你就表达什么，先不要管你会谈或者不谈先。”逼着我来把 OBB 学起来了。而那时候当我在练习起来的时候，老实讲我是真的很讨厌他。甚至每一次他从泰国来到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对我来讲有很大的恐惧感，因为每次他都会提醒我一个东西：下一次我看到你哦，你的那个头发最好把它梳去后面哦，不要看到五颜六色、金色这种东西的哦。那么我的反应通常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 OK， 新加入的哦，那时候还没有进入状态，态度也不是很好。我说 OK， 我就会敷衍他，敷衍到他回去泰国。因为我知道他一去泰国那一天的时候，应该没有那么快就回来了。我就在那边求神拜佛啊，赶快去啊，赶快去 ，OK， 赶快送他去机场。不过结果不到2-3天时间他又回来了。结果没有办法的情况，这么严格的带领之下，我才甘愿不是愿意才甘愿的把头发梳上来啦，颜色去换回黑色一点啦，尽量有2个眼睛，不要盖着1个眼睛。所以你看，这么严格的带领之下，这样你看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呢？那今天至少也诞生了我出来，对不对啊？也培养了我出来，我们真的要给 Jackie 一个掌声。包括菲律宾的市场的总经理就是我们的钟老师，我的介绍人。你看这些人，刚刚我所谈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泰国的也好，缅甸的也好，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包括台湾的也好，每一个在我的角度我去观察他们，向他们学习，我就发现了每一个都能够说为了公司付出100%的代价去完成某些不容易完成的一些任务。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今天我担任了香港的这个总经理的职位，那么照你看，你们觉得我会不会允许香港什么事情都没有？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你们的不会没有什么信心哦。你们觉得我会不会允许香港没有结果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既然这些领导人都已经做到了，你看 Riway 10年了，很多领导人已经在示范给我们了。以前我们有1个总裁，3位副总裁，他们的配合之间，跟当时的领导人的配合之间，他们产生了某些火花出来。过后就有了核心管理团队。那时候核心管理团队就跟那时候的市场上的领导人配合，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火花出来。那么现在14位新上任的总监，有没有可能这一年2019年跟现有的市场的领导人一起去配合，
产生另外一种火花出来呢？应该可能性很大，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一切都是配合为主。就好像最近我一直在跟很多伙伴们谈，我说就算公司想要伸出一把手，比如说在香港，我们很想要伸出一把手，来把这个市场提拔到另外一个高度。问题就在领导人不想要配合，他们不伸出另外一把手。那么照你看，就算公司再注重香港，有没有可能香港会有很好的结果呢？不可能的事情。不过相反过来，要是领导人很想要配合，可是公司讲说够了，我们已经足够了，我们不想要配合，这样有没有可能会诞生某些火花出来呢？也是没有可能。所以最主要的，你看产品好归好，公司好归好，老板帅归帅，环境好归好，不过最后还是要看怎样密切的去配合，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在澳门也好，香港也好，接着下来我就会比较长的时间待在这里了，最主要还是在香港。那么不知道对你们来讲是不是好消息？最主要我现在要谈的，因为现在不应该是我谈的，我只是看到你们很兴奋，不如继续兴奋下去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最主要就要报告一下说最近或者接着下来会有的一些改变，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股力量，然后告诉自己本身就这几年了，100%全力以赴，就在这几年集中在一个地方，锁定一个市场，我们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刚刚玉恩也是有谈的，包括你们也看过了 Reway 没有用过10年才成功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是一个3到5年的一个过程。我就把香港当成我们重新开始的一年，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一场，下个月3月17号就是我们的第一场表扬大会了，包括接着下来很多高峰会议的东西也会独立的在香港这里举办。意思就是说里面有没有机会呢？大把机会。关键就在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机会。所以一些好消息真的要宣布的就是好消息归好消息啊，你们要参与在里面，参与在这个过程，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这里结束了过后，明天一大清早9点，我就会跟创购部的总监侯雅一起去香港。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看我们的分行。那么你们的希望不要放得太大先。你看我总是都觉得我们市场跟别的市场比较起来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小有小的做法，大有大的做法。所以办公室对我来讲，只要有一间办公室，只要我们真的会卖会用这间办公室的话，其实它的价值就已经很大了，对不对啊？好，那么明天我就应该很清楚知道详细的内容。那么最近我是有跟领导人谈到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个人的打算，我打算在下个月3月18号，就是你们表扬大会的隔一天来开门营业。你看我这样讲是挖一个洞给自己跳进去的，而这个洞很深。老实讲，不管它是不是3月18号，或者4月18号，或者5月18号，至少有一个进展在里面，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有跟老板讨论过，我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样，我就先承诺，我说我真的很想要3月18号。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伙伴们带去香港看我们表扬的时候，就不要说来了一天就离开，至少我们能够说，大家一起去庆祝。今天我们所做这个行业，我们的店面开了。你看，做传统生意，店面开了，需不需要庆祝呢？那么你们的店面开，需不需要庆祝呢？那如果你们的店面开，你们想要庆祝，而没有人看着你们庆祝的话，那么就太可惜了，对不对呀？那么开了等于白开。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老板说，我的打算是3月18号。当然就要考虑到很多东西。第一，场地适不适合？我们要的那个店面场地适不适合？第二，
装修的时间需要多久？好，第三，是不是真的对的时间来开了？好，这一切考虑完了过后，老板是觉得说这可以去尝试，会很急，所以你的胆量也是很大，放在3月18号。好，不过我的看法是怎么样？是这样的，要是我不放在3月18号，或者我不 commit 出来先，你们相信我，到9月你们什么都看不到了，连那个玻璃都看不到。所以至少我们先 commit 先。那么不管它是3月18、4月18、5月18也好，一有这个消息，相信我，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个讯息，好不好？好，那么我已经讲了，跟那个日期没有关系，最主要就是那一天，当你拿着那个剪彩的剪刀，咔嚓，咔嚓，因为都是剪彩的嘛，剪下去的时候，有多少个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你的伙伴、你以前的领导人，或者一切亲戚朋友啦也好，多少个人站在那里，看着你们来庆祝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一个活动。所以关键也是还是在你们当天会有多少人数啊。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好消息，够不够啊？你们很贪心嘞，我的挖的洞已经很深了，再谈下去真的是不管怎么样也已经来了。今天是2月17号，对不对啊？明天是2月18号。从明天起，你们听清楚哦，我先谈香港先。从明天起，香港再也不会有货的问题了。我相信我这样讲，我几个同事都已经在那边流汗了。就是说，目前你看，我时常都觉得我们的领导人真的很付出，他们可以说掏腰包啊，去到新加坡来领货，来带进来香港。问题是公司没有需要他们这样去做，他们二话不说，也没有跟公司计算任何东西，他们说我们先去先。所以你看背后你们的付出，公司是有看到的。公司很希望说能够说，你看公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来服务我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说能够跟你们配合，能够帮多少我们尽量去帮，能够付出多少我们尽量去付出。所以既然现在香港都要有分行的，那么相信我，明天过后货就绝对不会再有问题了。Steady。香港的领导人啊，跟我们站，对啊。好了，2个消息不足够，因为现在是华人新年，对不对啊？华人新年消息就是要一连串一直这样来的，一路发就对了。所以另外2个消息就比较私人一点，跟你们有没有关系我真的不知道，不过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看，老板今天早上来到舞台，他就讲到什么？他讲认真程度，对不对啊？那时候的 Riway 没有这么多人，从新加坡要开车去到大三角，去到槟城，我开过1次，我告诉我自己本身，我再也不想要这样开车上去了。Kelly 知道，又危险，又寂寞，又黑暗，又很长途的一个旅程。可以搭飞机就搭飞机嘛，对吗？我开过1次，我告诉我自己，我再也不想要再开了。你看那时候，老板认真到他可以1天来回就1天过去700公里，来回700公里，那个是很长途，700到1000公里的一个旅程呢。那种认真程度，甚至他还分享给我说，那时候的那几个老人家，看着老板离开上车开车往新加坡去看着老板离开，可是心里永远不会觉得老板离开槟城了。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觉得老板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在下一秒，老板就出现在槟城了。说他可能1天的时间去了新加坡，处理完事情了，马上就开车回去到槟城了。那种认真程度，而也就是因为这些，当时候的那些前辈们就非常非常的敬佩老板。
所以我们先不谈说能力也好，谈法什么也好，我觉得说最低限度我们的态度，就好像刚才玉人所谈的，最低限度要先认真先对不对啊？而不要要求别人多认真先把自己本身搞好。我们是领导人，必须要先以身作则，自己本身要先认真先。要是我们不认真，我们底下的伙伴们，他们就没有想要会去跟这样的一些领导人了。好，那么既然现在担任香港的总经理的岗位，我是觉得最低限度，我至少我必须要先从老板的精神这样去学习先。我们要先认真先，我要先认真先。好，要多认真呢？没有错的话，我应该会在香港买一个家。也不是没有错，这肯定没有错，买是肯定买的。好，包括买一台汽车也是。就是长期过来了。不要一个人挖围啦。然后人生地不熟也是。你们真的要多一点来香港。好，那么这个家，你们不要误会，不是给我住的。我还是觉得说，所做的一切希望能够借力的。这一台汽车，也不是说给我开着，我也不是很喜欢开车的一个人，是拿来借力的，希望能够借力。那么我会尽量去找一个家，尽量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至少来了，带了伙伴来，什么也好，会你 Victor Wall 这么大，我的家绝对没有比他的大了。不管怎么样，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不好？好，不过最主要我要回去表达的就是说，你看消息归消息，再好的消息我们没有办法配合，等于没有用对不对啊？我希望这样讲，这样分享给你们，就是说，不好在这一年或者明年放弃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至少现在不止我一个人，有一群伙伴们很想要来到香港跟你们配合。那么既然公司这么想要，就希望说大家伸出另外一把手，我们一起来配合。10年前老板所创造的一切，诞生了今天的这个 Riway。这样有没有可能今天2019年的今天，我们一起的配合，10年过后的今天，会不会有可能诞生多一个 Riway 出来呢？而这一切的结果跟功劳，我相信就属于在座的各位了。好，真的要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掌声。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消息。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已经4个了嘞，办公室、买家货、买车，还要买人哇，买人直接有拍掌。你相信我，接下来会有更多更有趣的讯息，我会让你们知道。不过这里都是领导人，这里的领导人有没有这个讯息？你相信我，就算今天我没有宣布任何讯息，你们踏进市场，你们还是照样跑的，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一切的讯息对你们来讲，是让你们比较好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给他们看到更大的希望。所以你们不好因为我的讯息你们 hot 起来，其实没有我的讯息你们都要 hot 起来。最主要就是我希望这一切讯息你们可以带回去你们的地方，分享给你们的伙伴。好，那么就不要跑这么多地方了，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地方，一直敲，一直打，一直敲，一直打，一直敲，一直打。好，打到我们有结果为止，好不好？好了，所以我该讲的也讲完了。所以刚才我最主要表达就是配合。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要配合，10年过后的今天，不要讲10年，单单明年的今天，我很肯定相信的就是说，香港的业绩肯定会倍增。再多1年，它的倍增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问题就在这些业绩一直的在翻倍，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好事？你看未必是好事如果你的业绩有办法一直在翻倍，可是你不足够的人手来支撑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话，那么对我来讲，这个业绩只不过是暂时性的业绩，对不对啊？来得快，去得快。不过要是我们的基础打稳的话，我们这里单单这个房间不需要多，
单单今天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领导人，我们把基本功打稳的话，打深的话，那么当香港的业绩大的时候，至少是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能够去支撑的一个业绩，就没有那么多首尾的一个业绩，这样才叫做真正的业绩，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目前先不要看，你看公司从来不会说去镇压某一些业绩上的压力给领导人，不过他还是会以教育为主，人数为主线。我希望我们培养出一群领导人，能够站在同线，一起去保护这间公司，一起去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以培养领导人的角度，所以我们才会有领袖培训会在澳门今天。好的，今天要培养领导人容不容易呢？好，不容易啊。那么如果我要培养出今天这样的领导人，我一个一个谈的话，应该我老的时候，头发白了过后，也应该谈不完全部人了，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总是认为，如果可以1对20，这样为什么我们要1对1？如果可以用最短的时间里面一次过碰到很多凝聚到很多领导人，那么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一个一个去谈。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是在系统里面让我们去复制领导人出来的。那么谈到复制这里呢，你看，要是我们要快，一切都是要复制的，做法要复制，谈法要复制，那么带队也是要复制，活动也是要复制。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只要你所做的一切是不能够复制的话，那么肯定的，它在这里效果不是没有，可是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所以你看，参会都是由复制出来的，谈法都是由复制出来的。你看我们的穿着是不是复制出来的？那么你看，有时候你们第一次，这里尤其很多领导人第一次上去舞台的时候，你谈得好也好，谈得不好也好，通常你的伙伴会怎么鼓励你呢？这个是不是复制的？也是复制的，一切都是从复制开始。所以今时今日10年过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谈到复制，我就真的必须要介绍接下来这一位分享者。你看，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来的。我加入Riway将近要到5年的时间，我不是说这5年里面近距离的去跟他接触，直到当他开始在团队里面遇到某些阻力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时候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飞马领队他已经是一个飞马领队了，就是业绩也不小，收入也不少的一个领导人呢。而是就在那个时刻，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一切都不管了，他不去理了，每个月照样拿收入的话，也是可以很享受的度过人生的。如果那时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那么我相信他的团队今时今日绝对没有这么大了。可是那时候相反过来，他换了另外一个角度，他告诉自己本身说：“我来，我扛。”而那时候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做的。而就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就比较多机会跟他配合，我就发现到，当他把自己本身定位成为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要扛起的责任，不是普通人能够这么容易就去接手的一些东西。而也就是这一切的阻力一直在磨练他。今天在这里也好，在新加坡也好，你都会时常听到他的名声的。当他选择扛起责任的那一天，可怕的是，他竟然在1年里面就换了2台汽车一扛起责任，一付出，一贡献，马上出了1台宾利，2个门的。过了多几个月，应该没有到1年的时间，马上出了1台劳斯莱斯。所以由此可见，他应该有非常正确的方法来分享给我们，如何去培养领导人，在这么短的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复制才能够倍增这样的一个主题，由他来分享是最恰当的。那么他是谁呢？好，掌声欢迎我们的飞马领队伍梅阳杨兆芳。
好，大家下午好。好，在这里，现在还没有过完年嘛，对吗？今天还是初几啊？初13。好，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一个晚年，好，祝大家永远健康，青春永驻，然后继续发财，好不好？好，那么刚刚我们的大会指挥，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哦。他夸我人物，我也觉得的的确确烟川很了不起。好，我们先给他一个掌声。为什么我会跟讲他非常了不起呢？因为当时候我记得在我做绿威的时候呢，是2012年。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进去的时候他还没有进来的。那么那时候他应该是在银行担任着一个经理的职位，可能是这样。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在银行担任经理的职位的话，是不是很古板的工作？每天很机械的工作，对吗？每天都是进进出出，然后笑又是苦笑的那一种。但是他来到这个绿威不一样的环境他也自己刚才也介绍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转变。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除了帅之外其他的我觉得还没有发现到他的优点。然后后来慢慢发现这个人进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时常出现在老板的身边。那么我开始注意到，而且在我团队里面他的贡献是非常多的。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一直去询问他，我还以为会得不到一些答案，实际上他会给我一些答案，或者是他会给一些动作让我去想一些答案。所以你们觉得这样的领导人好不好？包括昨天我一来到这个澳门的这个酒店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讯息，May 你在哪里？然后我要 type message 的时候，我说我在 lobby 喝咖啡的时候呢，我抬头一看，烟唰就在我的面前了。你看这样的一位领导人，100%复制老板。然后当我们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连他的笑容，因为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了，记得上一次看他的时候在蛮久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聊的时候，又走回感觉到以前那种亲和。然后他的笑容，我就感觉到他做了一个很古怪的脸部表情，我觉得很像我们的老板。所以今天他不管在行动方面，在动作方面，或者思维方面，甚至在各种想法跟方向的方面，都的的确确是跟着我们老板的风格走的。所以今时今日他能够担任这么样的一个总经理的职位，是不是名副其实啊？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总经理一个掌声。好了，刚才我们的总经理介绍了我的课题复制才能倍增。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刚才我们早上我们的冯玉恩，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台湾领袖他分享了100%的99%的心态，对不对？心态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一切。对了，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那么再加上这一个100%的复制增长的话，那么肯定你在绿威会有一番大成就。所以大家今天想不想听？如果想的话，这个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因为下午场很难谈，为什么？刚才我们跟 Victor、Celeste 在讲，下午场通常吃饱了想要睡觉，对不对？那么在这里给一个面子，给一个机会千万不要睡觉。如果睡觉的话，我就停止了，我就不讲了。不过即使睡觉也是照谈，对吗？因为我们责任在身，使命在身，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讲到复制才能倍增，真的有没有人想过，每个人只有一天只有24个小时，对吗？
有没有人比24个小时多1分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板跟我讲过，当我学做传统行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老板曾经跟我讲过，如果你这辈子想要金钱上面自由的话呢，那么你必须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你在睡觉的时候都在有人帮你赚钱，对吗？在座的有没有各位是生意人的？有很多大老板、大企业家坐在这里，哦，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要去倍增，对吗？那么通过怎么样来倍增，就是复制。首先呢，我们探讨一下什么叫做复制。复制，复制一个很简单的2个字啊。那么复制就是说，譬如我身上有一支笔，这是笔美吗？白色的，飞马的笔。要做飞马的人去买一支白色的笔在身上，然后时时警告自己，我要做到飞马的职位。好 ，OK， 这支笔是不是复制而来的？是哈，真的有人知道，这支笔的确是复制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支笔出来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个模具的？有一个模的，对吗？这个模它会让这支笔出现很多次，对吗？有1000次、100万次，甚至更多，对吗？这样才可以，厂家才可以赚钱嘛。这个叫做复制。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模，我需要这支笔一下子长，一下子宽，一下子短，或者一下子形状各种各样的话，那么你觉得可以复制吗？可以复制吗？不可以复制，对吗？不可以复制。同样的，你们手上的电话 ，iPhone 啊、Samsung 啊，这些都需要模具的。iPhone 单单一架 iPhone， 如果它只造一台的话，譬如你今天用到的 iPhone 只是一台的话，你觉得这个价值是多少？觉得是多少？我觉得是可能买一栋屋子，可能我们的总经理要在香港买的屋子，还可能不够。因为它的本钱太大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市面上有很多 iPhone， 每个人都用着电话，就是因为这个复制而来的。好了，那么复制也是要100%的复制，并不是说你复制99%也不行哦，要100%的复制才能够带来倍增。那么大家想不想在绿威要有倍增的业绩？对吗？今天刚才玉恩讲的，今天他的业绩造就这么庞大的业绩，都是倍增而来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倍增，我们手头上，比如我手头上有一张纸，今天我身上放了很多东西来做我的法宝。等一下啊 ，OK， 这张纸。大家有看到这张纸吗？这张是 A4 的纸吧，对不对？这张 A4 的纸，你看得到、量得到它的厚度吗？可能你看不到它的厚度，现在是量不到。比如你想象一下，今天等一下你出去去到一个文具店，你买一叠 A4 的背包的纸，那么肯定量得到了，对吗？500张大概是一叠，大家有反应吗？500张一叠，那么量一下是多少？大概是5公分，5 cm，5 cm 这样就算得出了，除以500就是 0.01 cm， 对吗？0.01 cm 的话就是0.0001米，对不对？那么如果换成是公里的话是多少？那有很多个零。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考你们，我怕你们睡觉，然后我要考你们，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有多远？38万公里，对吗？38万公里有多远？可能有这样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有可能，
譬如一架飞机它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飞行的话，大概要飞多少？380个小时，是吧？那么大概是要16天左右，16天左右才可以飞得到那个距离。好，那么我们再来回到这张纸上，如果这张纸上我今天给它倍增，给它复制，给它倍增一次，就是1次嘛，对吗？2的2次方，对吗？大家有读过书，学过数学哈？2的2次方，然后再折一次2的3次方，2的4次方，再折一次2的8次方，对吗？折多少次才可以到达那个距离，才可以去到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啊，我也听到有些人讲多少？42次，苏语讲对了。好，42次，你想象一下，折42次这么一个小的数字，倍增42次，就可以去到这么远的一个距离，连飞机都要开16天的这个距离。那么想象一下，再倍增多一次，43次的时候，它又是不是从月球翻到地球多一次？对吗？所以大家知道倍增的可怕吗？可怕，真的是很可怕。好了，那么今天倍增在滤微应该要怎么样来复制才能够达到倍增？好，那么从一些 point 来好，那么倍增从大家知道，在滤微我们要做这个生意的话，刚才从我们的总经理啊、我们的玉恩，还有我们的老板那边听得到一些讯息，即将要在香港要开始做一个爆发的状态。那么今天所来的人，每个人都知道将会这个市场是无限的大的嘛，对吗？所以对待这一个搞不好有一天坐在下面的那个你就是滤微的第1名，相信吗？所以今天很关系到这一个复制到达这个倍增的这一个状态。如果你能够100%能够复制，才能达到倍增的话，那么你就是滤微坐在前排的领导人。来给我们前排的领导人一个掌声，今天都是做到的。好，那么怎么样来复制，怎么样来倍增呢？我们从一开始进入滤微的时候，就要学习，对吗？就要推荐人，对不对？推荐人就要从学做教开始。那么学习应该是怎样的？学习是不是应该要归零的状态？学习要归零的状态啊！有时候我们进来滤微的人，有些是打工的，有些是老板的，有些是总裁级的，有些是甚至是上市公司的老板都有。那么如果今天进来的话，甚至有一些做过别的公司的直销的话，进来滤微也是通通要归零，因为滤微跟别的直销公司不一样。今天滤微的业绩也是跟别的公司不一样，滤微的速度也是跟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学习必须要归零的学习。而今天你们来到这里，就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学习，所以非常的棒。那么学习的话呢，就是一开始如果你不归零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弯路，大家认同吗？因为你不归零的话，你老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做，或者是你觉得有很多很多方法去安排怎么样做法，怎么样的计划。如果你不按照这样的复制的状态，按照滤微的系统来做的话，即使你绕几个圈，也是在浪费时间。好，所以呢，提到这个学习呢，必须我们要以归零的心态。那第一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去推荐人。怎么样来推荐人？怎么样我们把一个人推荐人？我们一开始就会去做一些动作，就是销售，对吗？但是今天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真正我们要的是把一个人推荐来，并不是销售。当然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去做销售的动作，并不是说一开始就不需要做销售，就要做团队。一开始做销售大概是
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要带组织了。好，那么推荐人有时会很多人一开始就是去 make appointment， 他们就会去见一些客人。好，推荐人第一次去见一个客的时候，他就觉得不买，你们觉得好不好？啊，不买是不好，对吗？或许说我用这样的方法讲，有一个叫平均的规律。好，什么叫做平均的规律？平均的规律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大自然的成功学都是好的，对吗？我们今天要成功，必须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如果你去违反大自然的规律的话，那么你可能死得很惨啊！你会重复很多很多的错误出来啊！或许我用这一个 slide 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今天我们去见10个顾客，你写好了1到10。譬如今天你要去谈的这10个人，你听了这个会议之后，你的介绍人跟你介绍了这一个绿微可以做，然后你有很大的梦想，然后你就写下了这10个人的名字，你就开始去了。好了，那么我们开始讲第一个不买，第二个不买，第3个不买，第4个不买。那么你会觉得怎样？这个时候你很伤心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就觉得我没有身体上没有问题的，所以拒绝了。然后你讲2句，他就跟你讲别的东西，你就讲不下去。然后你就第二个，你的心情已经是糟糕了一半了。那么第二个，你再去面第二个人，你面第二个人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产品太贵，所以他又拒绝了，对吗？他又拒绝了，然后你又讲了很多，他又不接受，然后你就又很伤心。这个时候呢，你去面第3个，第3个又不买，第3个讲产品有毒，然后又不买。为什么他讲产品有毒呢？因为他讲产品吃了会死掉。我曾经有个顾客这样子讲，你们的产品，我的朋友说了，产品吃了会死人的。我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死的？好，比如这个人刚好要死了，本来要今天死了，他吃了产品多1个月死，是不是也是死？对吗？对不对？他肯定要死的嘛，因为人肯定要死。然后我就问他，有时候我就会问一些问题：如果这个人死之前，他前一天晚上他吃着2碗大米饭死的，那么这个饭是有毒的，对吗？是不是？所以呢，就说有毒。顺便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有毒？还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保健行业的市场，通常我会这么解释：保健行业的市场就是这么大，然后我们的公司的业绩每年都以几百%的增长，是不是侵略掉一些公司的业绩？有些公司的业绩因为我们公司的成长而慢慢少掉一点，所以当然会有一些攻击，包括玉恩刚才讲的，有记者来拍啊什么啊，可能是别的保健公司派来的，也不知道嘛，通风报信嘛，所以要为难。这个时候刚好你很衰，你又说这个人说吃的是有毒的，第3个你又被拒绝了一次，那个时候你的玻璃心已经剩下一点点了，你的电池剩下5%了，对吗？是不是？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还是你们每个都买的？OK， 然后第4个呢？就说你长得不好看，所以不买了。OK， 有没有这个？所以然后被4个人拒绝了，天下一片黑暗，雷雨打雷，眼前看不到光明，就感觉到绿微不可以做，然后你就跟你的上写领导人讲，绿微不可以做啊，绿微哪里可以做？然后问他你谈了几个人？我谈了4个啊，4个都不买。4个都不买，他讲全世界都不买，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放弃掉，是不是很可惜？我跟你们讲，很多坐在前排的领导人，他们不只是4个，40个拒绝都有，连续的。但是今天他能够承受这样的拒绝，还坐在前面，那么我们要不要走下去？要。第4个不买，有些人会觉得
1个不买，2个不买，3个不买，4个不买，他觉得全世界都不买，这个生意不可以做。而有些人呢，不正常的，1个不买也是这样，继续充电；2个不买再去学习；3个不买回去公司听卡带、看 YouTube 啊，看优酷啊，看 YouTube 哈，给自己充电；4个不买没事，我的知识不够，我再努力。啊，会有这样的人，那么其实真的是好事哦，其实真的是好事哦。第5个怎么样？买了，第5个买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回升50%了，你会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啊，对吗？第5个买了，又可以做了 ，OK 好。第6个也买啊，这个生意180%可以做啊，好谁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譬如在这个时候，我们4个不买，然后后面有人买，有人不买，这个叫做平均的规律。平均的规律就是有人买，有人不买。那么我想问大家，今天在澳门这个地方，很多的精品店，很多的奢侈品店，包括很多的服装店，人家你经过哪一间店，是不是有人拉住你，你看了你一定要买的？有吗？没有的吗？肯定是一样东西，一间店开出来，肯定是有人买，有人不买。但是的确反过来看，今天的绿威造就的是不是一间值得去投入的公司？好，那如果反过来，今天第1个买，接下来全部插到第10个 ，OK， 第1个买，接下来9个全部不买。好了，当第1个买的时候，未必是好事哦，未必是好事，因为你第1个没有受到挫折，你就觉得很顺吗？你就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的，但是接下来的挫折、阻力、打击接踵而来，9个。会不会把你击垮是看你自己，对不对？所以呢，第1个买跟第1个不买，第几个买跟第几个不买，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啊。自然界的规律是一个很好的规律，就是成功的规律，所以我们去遵循它。好了，那么你看，推荐人，然后之后要把人带入你的组织，那么你要去教他吗？对不对？刚才我提过，教的话是不是学了之后才去教呢？学了之后才去教吗？今天我们学了之后马上去教，教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以身作则去做，你中间你一定要有一个做中间你一定要有一个做字，你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你一定要去 follow 我们的绿威的系统会议。你必须要去带队，你必须要学会的 OPP， 学会的这些 marketing， 学会的这一些所有的一切，你必须要去教会他。然后在做的时候会有碰到问题，对吗？然后在教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心态要放平稳，你必须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因为有些人比较聪明嘛，有些人会比较难教一点点，我也知道了有些人就比较厉害一点点，不过未必厉害的是好的，未必不厉害的是不好的。厉害的人往往会给你很多问题，所以你要去平衡，你要去掌握，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但最重要的还是用我们的系统。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的方法去教，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带着一个宽容的心去教，不要一点点就不可以了。这个人一开始是什么都好的，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不听你的话的时候，或者是当他觉得态度很差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给他去死啊，对吗？就打叉了。原本这个是我的飞马级，现在应该是不可以了。会不会？应该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在绿威，每个人都可以适合做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放弃的这一个人，觉得是这个人真的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又可以在另外一个人的带领下可以壮大意思是说，当你不能够教他的时候，可能你的功力还不够，还不能够，还要继续要学习。好了，那么绿威有3个法宝，大家知道吗？
这3个法宝必须要知道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很难去复制啊，很难去把这一个人独立起来。为什么要独立起来呢？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把这一个团队独立起来的话，那么是不是你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团队？你把一个团队复制到好的话，那么你另外一个团队就会产生，你的第2条线，第2个团队，你的第3个团队就会产生。所以通常你必须要把它扶持到它可以正常运行为止。好，那么我来分享一下绿威的3个法宝，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就是领导人，对吗？第一个就是领导人。领导人并不是说你自己的这个推荐的上线是你的领导人。绿威这么多优秀的领导人可以借力。现在的绿威跟以前的绿威不一样。现在的绿威的领导人这么的棒，每个速度这么的快，你可以借到很大的力。就比如这边有很多优秀的领导人。昨天在新加坡有一场嘛，对吗？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耶。好像我们的 Mr. Wong， 今天也有在现场，对吗？他们昨天没有睡觉 ，Kelvin 瓜、廖布英啊、苏瑜啊，对吗？都没有，昨天没有睡觉，今天早上带一个 message， 拍一个照片，已经在 airport 了。这些领导人，他们的知识不够吗？他们的知识够。他们就是要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什么叫做真正的领导人所以给我们的领导人一个掌声有时候你必须要借别的领导人的力，因为你跟你的人距离很近你借不到的，很难借到力的，因为你跟他讲，他已经是麻木了。你必须要借助我们绿威的这一些优秀的领导人的力。就比如我们绿威有个领导人 Simon Wong， 大家都知道他是马来西亚的第1人，他也是台湾的第1人，他也是日本的第1人，他的市场很大，他也是缅甸的。那么他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这8个字是不是可以借到力？对吗？我们的合作的歌也是这样唱的嘛。所以我在想，老天已经是安排好了，突然之间他讲8个字，老板就是一首歌出来。这里面我最欣赏的就是这8个字，也最容易借到力的是不是这8个字？对吗？所以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Simon Wong 在那边，那时候在哪一个会议在迪拜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聊天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从 bucket 里面拿出蛮厚的一叠的1000块新币。然后那天他跟我讲他说他有这个嗜好，他喜欢收1000块的新币，收在保险箱。因为我们的 RW 是新币嘛，对吧？所以他喜欢收1000块的。那个时候他跟我讲，已经收到了350张350张。然后多1个月的时候在新加坡表扬大会之前，12月的表扬大会之前，我又碰到了他，我们要去彩排嘛，就在外面喝茶的时候，然后我就开玩笑的问他，现在你收到多少张1000块了？他讲500张。那500张是多少？不对呀，我搞错好像是5000张他之前是3500张、4000张，然后1个月之后他有5000张你看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收集到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你们觉得听了会振奋吗？他以前连去小贩中心，连去这个吃饭的中心食阁，连一杯咖啡都不舍得买的。然后去跟人家谈的时候，拿一个矿泉水的瓶，在家里装了水拿在身上的。老板去见他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他也说他已经吃饱了，其实他还没吃饱。
老板知道他还没有吃，脸青青的样子，就故意多叫了一只鸡、半只鸭的，说吃不完，你快点帮我一起吃。你说这种领导人今天可以随便拿出这么一沓的1000块，你觉得可以借得到力吗？借得到力。好，那么还有很多的领导人都可以借得到力啊。就比如我们的哈辛飞马士，昨天也是在新加坡。那以前做电话收电话，穿到一个破烂的衣服，从印尼的巴丹坐船，因为印尼是离开新加坡大概是坐船40分钟，然后坐一个船来收旧的手机，哈辛对吗？然后收了之后呢，去卖给组装好弄好了之后去卖给印尼的，所以他赚这个钱。那个时候只是过生活而已，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有钱。现在劳斯莱斯，现在大屋子，连自己的弟弟也是我们的飞马2，对吗？哇，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哈辛一个掌声哦。今天又比前几年还没有做绿微之前，在收电话的时候长得英俊，越来越年轻。每个人夸他，不是我一个人夸。刚才有人也跑过来跟我夸这个领导人，而且他的舞台功力吓死人，讲话这些数字自己的提升能力都非常的好。你们觉得借得到力吗？所以要去想办法借一些领导人的力。这边还有很多生意人，好像我们的阿宝Victor 大哥他们全部都是生意人，借得到。那么破产人士也是很多 ，Andy So 啦，对不对？破产的。那么有钱人、有钱的生意人，康芳芳哇，全部都是乐器全部都是借得到力的，对吗？还有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大哥。对不对？我们玉恩推荐进，玉恩敢推荐自己的老板进来了不起啊！你看，给我们有很多故事讲，领导人的力可不可以借？真的是可以借不完的力，也可以借到梅央以前是一个安迪对吗？不能看的啦，很多人都讲现在还 OK 啦，还行啦，很好看，谢谢你，也是不错啦，也在绿微混得不错啦，还行啦对不对？好像我们玉恩讲的，拍到镇上的杂志就感觉到，真的这个绿微是，你看各个领导人都是这么的棒，他们的背景你要什么样的背景，就有什么样的背景给你。你们觉得可以借吗？还是你们不会借的，不会用的？好，所以要记得第一个法宝什么？第一个法宝什么？为我们的前排一个掌声，怪不得你们成功，很大声。好，第一个法宝是领导人，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哇，真的厉害这样我不用讲了，下班了。第二个就是工具。什么叫做工具 ？tools。就是工具就是工具啦，你可以买得到的叫做工具，对不对？工具是要来怎么样借力的？好，这本工具很好用，这边有法宝在这里工具，这是什么 ？OPP 产品说明通常我们做会议开餐会去commit人去见人谈事业是不是用这一本？这一本可不可以给人的？这本不要给有些领导、有些伙伴一上来被那个比他能力强的老板影响到，把这个书本丢旁边，然后就跟着人家的思维跑了。人家讲其他的事情，他也没有办法讲，讲到最后咖啡喝了5杯，最后讲这本给你去看。你们觉得可以吗？以前我也是犯错的，并不是说一路来我是很厉害的人，我是
时常犯错，犯最多错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薄的一本有个什么用？干细胞就是干细胞嘛，跟人家讲干细胞就好了嘛。现在干细胞不是打针就是吃，我们的就是吃的就好了咯，干嘛要一页一页讲？千万不要小看这薄薄的16页，它诞生了多少业绩啊？它诞生了多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豪啊？吓死人了！单单昨天在 KL， 在吉隆坡，我们37团队的头，你们知道12月份的业绩，37团队的业绩1个月是多少？哇，你们有去过就知道，给你们一个掌声，很配合。1个亿啊，各位，你们没有感觉啊？1个亿，还是你家里有2个亿？新币啊，不是印尼啊，不是我们哈星的钱呐，不是巴当的钱，有很多零的啊。1个月的业绩1亿，而这位领导人以前是糖尿病很严重，差点死掉的，在棺材里面挖出来的那一个，是他自己讲的哦，不是我讲的。以前他在店里面一天的还没有算他的赚的多少钱，就是一天收到的钱有可能是才几百块新币而已。意思是说他1个月的在他店里面也没有几千块的业绩，更不用说赚多少钱。他今天有没有想得到，凭什么能力他可以拿到1个月的业绩？不是1年，不是2年，是1个月哦，是1个月哦。所以他厉害吗？所以这一本厉害吗？而且我跟你们讲，这1个月的1个亿的业绩是零风险的哦。意思是说，我们做这个事业是零风险的。比如通常你要赚100万啦，你的风险是多少？比如你想要赚100万，来大家探讨一下，因为下午要睡觉了。比如今天我想赚100万新币，我们就讲100万人民币好了，大家思维比较清楚一点点。我们就讲100万人民币也好，100万港币也好，你的风险是多少？最少1000万，有可能是2000万，对不对？但是今天在绿威1个亿的业绩是 zero 的风险哦，零风险哦。所以这本厉害吗？这本是不是应该要拿它拿来拜拜的啊？放在家里面，找一个风水师来到家里看测一下，哪一个是我的风水宝地东北还是西北，放在那边每天拿来拜的。不需要拜，每天像Victor一样放在包包里，折到像一个咸菜这样烂，对吗？是不是？因为以前我看到好，所以呢，你看这一本工具是不可以给人家的，是给我们学习的，是给我们练到烂，是给我们有感觉，把它当作是一个宝。大家 OK 吗 ？OK 啊，所以这一个是我们最重要，以后我们成为100万富翁，我们成为1000万富翁，我们成为亿万富豪，这一本是不是关键？就好像周星驰里面的电视里面有一个，我今天给你一本书本，一定是给你发达的，就是这一本。OK， 这一本是给自己收的啊。好了，那么工具有很多，这个是什么？NDO 对吗？大家有看吗？里面最好是每个月都要看一次。你有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回来看，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回来看，没有碰到问题也要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问题，不代表你的组织没有问题。所以你是领导人，你要成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你要带团队，你必须要看。大家 OK 吗 ？OK 啊。所以还有工具用在哪一个地方？当你去谈课的时候，当你
谈到什么招都出来了，什么法宝都出来了，你的朋友还是不买，那个时候要怎么办？啊？杀死他！哇，吓死我了！我们的飞马领队说，他是说最后的秘籍就是出法宝，出什么法宝？出工具。出法宝，出一本工具。这一本啊，最后一本啊，对不对？这一本最后一本啊，你一定要回去看。里面讲的很多很多讯息，接下来的商机。如果他是生意人，就讲商机嘛，对不对？然后他是病人，你就给他一点见证的东西给他看嘛，对不对？杀手级了，我知道，我听到了啊，杀手锏啊！我制造给你们不要困而已 ，OK， 谢谢配合哦，真的不简单。好，哪怕你车上有几捆哪怕你车上已经买了100本、200本、300本，你要准备去大干一番驴威大事业的。你给人家的时候，你的姿态一定要对，不要讲拿去看，听说是不错的，有没有这样？或者是有些人还会挥过去很厉害的，所以你一定要很慎重的。OK， 这一本我看了才认识驴威，想要做驴威的，你讲你自己啊，所以你必须要去看。今天看完了之后，明天我请你喝海体。可以吗？比较高级的明天我们再来讨论怎么样，或者是多一天最多在3天之内不要说下个月他不懂丢在哪里了。你要把这一本交到人家，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东西不看是他的损失，可以吗？你要给到这个新人不看 NDU 是不可以做驴威的，对吗？这解决了你很多问题嘛，对吗？你也不需要去苦口婆心的去讲，然后他犯一次错，你去教他一次，犯一次错，让他先掌握好这些技巧，先知道这些基本功的练习。好，所以 OK 吗？这一个好，所以工具很重要。好，那第3个法宝是什么？哇，你们好厉害，所以做得很大。第3个法宝是会议。会议重要吗？会议非常非常的重要。驴威为什么会这么大？就是因为大大小小的会议，坚持不断的做。有些人讲会议太多，就好像嫌弃钱太多。如果他嫌弃会议太多的话，你就问他，你会嫌弃钱太多吗？你会嫌弃你太成功吗？你会嫌弃你太健康吗？对吧？还是你嫌弃你多有价值吗？你要去反问一些问题。提到这个会议，我必须要在这边重点提一下做会议必须要有一些细节方面，必须要非常的注意的。以前我们的领导人也谈过，就是会前、会中、会后。那会前好像我们譬如在这边讲就是以前我成为刚刚燕已经讲过嘛，以前我成为飞马领队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跟从者，就是我没有自身扛起这个做会议的能力。可能37团队非常的好，就是我做跟从者。就跟从者跟就跟成一匹马了，但是那时候还没有以身作则的去做后来我发现，因为做到飞马是为了组织嘛，对吗？为了团队才会做到一个飞马嘛，所以呢，我就去观察一些很成功的领导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去扛起这个会议，要自己扛起会议。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吉隆坡第一场上台分享，我上台那时候第一场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全身抖的，我也是讲不出话的，我也是好像不懂是怎么样去过来的。总之下去的时候很想自杀的那种感觉那个是不懂前一排的领导人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个
Victor 有吗？我觉得你不会有，你的舞台功力超棒，我最近在学你的舞台功力哦。好，所以今天我弹的好不好是跟你学来的。啊，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好，你看啊，那时候讲到 KL 的时候啊，我就去，因为我上台了嘛，那时候我上台了，老板也是很赶，老板就是这样栽培新人哦。一个人升到飞马之后，他就也不懂我讲的好还是不好，就把我摆在了一个位置，就给我机会。啊，那么我也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上台去分享。啊，那分享的在回来的路上，因为驾车嘛，驾车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大概需要4-5个小时而已，看你驾多快。啊，4-5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我一直想，如果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哦，今天我做到飞马，今天我做到上台变成一个分享者，要拿经验给人家，但是如果我不扛起这个会议的责任的话，我是一个失败的领导人。我就这样子在想。好，那么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要扛起我星期五在新加坡总部的 OPP。啊，那个时候我什么经验都没有的哦，那时候我就很害怕，然后跟我们的飞马领队 Kelvin 瓜啊、Mr. Wong 啊廖不云那时候还不是飞马，哦，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配合。啊，那配合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不简单。如果做到一个好的会议，如果你想做到一个可以影响人的会议的话，那么很多很多的细节，你要去琢磨，你要去观察，然后你要去把它做到位。如果做不到位，做不到标准的话，那又是多一个会议而已，只是一个会议而已。哦，所以呢，这里呢，我就说提到会前、会中跟会后。会前呢，应该做一些什么呢？会前呢，好，譬如我们的会议是7点开始的，就是晚上的，那么可能是5点啊，这些来自助餐的嘛，5点啊，这些领导人4点半就要到了，那提早2-3个小时到，好，你去安排一些细节，然后哪怕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譬如你今天的会场的人，哦，大概是要100人的。那么你就去排100个位置左右，好，那么你的 aircon 是不是你的冷气有没有坏掉，够不够冷？你的灯有没有够不够亮？然后呢，你其他的细节，那个音乐有没有放得出？然后这些荧幕啊，这些啊，你有没有做到位？哦，就是要去 set up 这些东西，就全部去安排好，然后你又要很兴奋的那种感觉，你不要不兴奋，你不要不热情，可以这么讲兴奋，人家讲吃错药啊，一直兴奋的啊，你要满腔热血，你要热情啊。会议来的时候，你一整天张开眼睛，今天的会议哦要来了，我要很开心，很 hot， 很热情去安排这些会前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要不然你会做的没有感觉。对吗？还是你们对哈 ？OK， 然后来到了会中啊，会中应该做些什么？然后人就开始来了嘛，就是会中就是开始要讲课了嘛。你带来的人全部入座了，跟你的其他的伙伴全部都入座了，然后你不要把带来的伙伴放在一边，然后你自己在那边走来走去，或者是一直在讲话，或者一直在做自己的东西，然后时不时发出哈哈哈的笑声，或者是说你一直在玩电话，一直在做一些有的没的，或者是在打 game。那么我问你，如果你在玩电话的话，那么你旁边坐着是你带来的人，他会不会拿起电话玩呢？肯定的嘛，对吗？有样学样嘛，对吗？你肯定，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啊，你也是要等一下。哦，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一个细节做好。哦，这个会中看到人家，你不但要观察台上的人讲的怎么样，当然我们下来还是讲很好的嘛，对吗？你不但要去看台上的有什么东西需要补充的，或者是台下的人有没有反应的，
或者是说这个人在听某一个见证的时候，听到非常的认真，那么你就知道这一方面，等一下你会后还要去加强的是什么。当你这场会中顺顺利利在举行的时候 ，closing 美美，全部官场也是美美好了之后呢，你不要说会议结束了，拿着你的包包直接走人，开着车走人，会吗？有吗？我们的领导人肯定不会啦哈。大家新的朋友 ，Hello， OK 吗 ？OK 啊，你不要带来一个人，比如你带了2组人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带了2组人，一组呢就是坐着你的车来的，这种是我们碰到的经验；一组是你坐着车来的，另外一组呢是你的伙伴带来的，是你 direct 的，是你的另外一条线的伙伴带来的，是需要你帮忙的。但是你为了那个人吵着要早一点回家，你就直接载着他回去了，你觉得对吗？我时常跟我的伙伴讲，如果你的伙伴需要你载的话，你不要去载，你直接帮他叫车，给他钱回家就好了，对吗？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会后，一场漂亮的会议，最重要是在会后，看他会不会成交，会不会影响到他进来做律威，会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讯息他在会中可能没听到，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听了会议之后他想要问的，所以这个时刻你必须要让他坐下来，你要跟他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他要跟你讲一些他们家的问题，你必须要坐下来聆听他要的是什么。有些领导人很敬业的，他的会后可以做2个半小时，会议1个半小时，会后他要做的2个半小时，你们觉得会后重要吗？然后因为你的敬业的态度，你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敬业的态度，让这个人原本只想买产品吃的，会不会影响他变成一个跟你合作的伙伴？肯定会吗？对吗？因为很多领导人上台分享的时候都说，以前我只想买来吃而已啊，就是因为看到带队的领导人带得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些故事，感人的故事感动到他才进来做律威啊。所以你有没有花这个2个半的小时去补充之前会中的1个半小时？那1个半2个半不重要了，总之会后你要做好，几个小时无所谓，你要25个小时也可以。Kelly 真的会前会中会后非常重要，就包括今天的会议，你们来到这里是不是因为你们的领导人打电话跟你们讲，然后约你们出来喝咖啡，或者是来讲这个会议的重要才会来到这里的，对吗？要不然也不可能突然之间你会出现在这里，对吗？但是每一个人以这样的想法，如果重视程度，如果今天这场会议知道冯玉恩台湾大领导讲的这么的真，讲的这么的让我可以在家里的另外一个伙伴可以感动到的话，你们是不是很想把那个人也带过来？如果啦，我给你一个时光机啊，来，现在我发时光机给你们，回去前面的第5天，还有5天的时间，你们想不想带多一个人过来？对呀，所以呢，每一场会议，我跟我的领导人每次讲，不管这个会议怎样，你来了一定会后悔你带少一个人来。好，不管这个会议怎样，不管这个会议在哪里举行，律威的会议啊，如果你带少一个人来，你就会要花多3个月的时间，你就要花多几个月的时间，看你那个人有没有空，你就把他带过来，对吧？所以会议很重要。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哈。没有一家公司会为了他的团队连续7场的，都是在这样的活动场所里面搞他的培训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你的格局已经大了。差别在于你相信你能够做到吗？
想要成为一个大树，你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种种的问题。这些阻力挫折不是来阻止你的，它是来磨练我们的。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能够持续不断的扩大？唯一的原因，因为公司它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制造更大的环境，来帮助我们组织持续不断的扩大。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你怀疑自己本身的能力。人生中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就是在那一瞬间，你敢很大声的喊出来：“我敢！”态度是关键，执行能力是关键，胆量是关键。如果这一切你都做到了，你都做好了，那么你相信我，瑞威绝对不会让你一无所有的。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单打独斗，很难成事了，很难，真的很难。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现成、很团结、很强的。富不写，富不长；穷不写，穷不尽。一个成功的人，如果他停止学习的话，永远成功不长久。一个穷人家，如果还不愿意学习的话，永远都是穷光蛋。VV 以大局为重，很多人讲哦，大局就是公司咯，公司就是大局，公司不倒你们就不会倒。No， 团队不倒，公司就不会倒。领袖培训会每一句话都在教育我们，老板花这么多的会议，就是在教育我们一个更对的人。人生过程当中，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必须要思考：我从哪里来？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往哪里去？我相信，如果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每天跟这个团队在一起，你进入立威的环境和文化，我相信3年后、5年后，你会感恩你自己。人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改变，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步。如果我们不进步，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改变的速度太慢，我们会被淘汰。我做立威其实非常简单的，简单的相信，就当很多人在怀疑的时候，我选择相信，而相信之后呢，我成为第一个醒来的人。Success is a journey, not destination。成功是一段旅程，是一段过程，并不是终点。最重要是，只要你所做的是好的，是对的，利人又利己，对得起自己本身的良心，你就大做大干。不管你从没有的时候，我相信不只是老板，瑞威上下都会有注意你，但是你本身要脱颖而出。你假如需要帮助，需要求救，你假如手不伸出来，谁知道你需要些什么？故其技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难知如鹰，不动如山，动如雷震。各位 ，VV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错合作伙伴，你要很慎重的考虑，你要很慎重的选择。要是找不到的话，我欢迎你们来VV。好，欢迎回来领袖培训会。看了有什么感觉？我每一次看这样的会，一个 video 的时候我的感觉到我的生命好有希望。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议，老板在前一个季度，7场1个人，所以跟着这样的一个老板，绿威是多么的有生产力、生命力，绿威多么有一个大的未来，对吧？所以必须给绿威一个掌声。好，所以讲到会议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刚才我们的总经理放的这个老板的这个会议的，也是你看，所以是可以复制的。就好像我谈谈我的那个刚刚过去的新年嘛，刚刚过去的那个感恩宴，那个感恩宴，我自认为做的还不错。在这里也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本来我在2月14号这个感恩宴的这个日期确定的时候，我发给我们新加坡的总经理嘛，新加坡的总经理是 Claudia Ong，
联合创办人，对吗？我发给他，然后我是希望他能够出席我的感恩宴这样子的一个邀请。然后当时候他收到，他就打给我，他要去台湾，他好像在台湾安排了一些事情。后来我就在那天，在还没有，就是在我send给他之后，他说不大可能到感恩宴开始的中间有一天，他发一个信息给我，他说我决定来你的感恩宴了。他说他很爱我，然后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看为什么会很感动？因为那天感恩宴的时候，我们的新加坡总经理跟我分享了，他在总结嘛，我们邀请他上去分享总结。他说原本呢，他都已经安排好他的事情了，我的面子很大，他已经安排好了跟日本的这些日本的 marketing 的同事开会的。他也原本2月14号安排了一场他期待很久的演唱会，他的偶像的演唱会在高雄举行的，台湾领导人应该知道，就是林俊杰的演唱会了。他已经票也是拿到 VIP 的票了，而且他那天可以跟林俊杰在后台讲话的，可以一起做一个互动的。你觉得他放弃这个来到我这个小小的组织的感恩宴，你觉得这个领导人伟大吗？当时候我就是真的是感觉到我是被宠爱的对，但是我们的 Cordial 对每个领导人都是非常的有亲和力。但是以前我就觉得这样的领导人做得这么高，会不会很难靠近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一路配合下来，我觉得绿威为什么会这么的成功，真的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包括我们的老板复制总监，总监再复制总经理，复制的特别的像。那么在感恩宴的这些会议里面，就是说以前我这个人不大会安排会议的人，这次的感恩宴我觉得安排的也是不错。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从里面拿到了一股力量，叫做凝聚力。拿到了一个凝聚力，我一些飞马也在场。那么我安排了一些什么活动呢？我们的 Kelvin 瓜跳小苹果，带了大概是12个人还是16个人在那边牺牲摄像，还有什么猪帅帅啊、猪美美啊，因为猪年嘛，对吗？这里面有属猪的人的。今年是猪年是你的本位年，犯太岁。他们讲犯太岁的话，你没有时间去拜太岁的话，饭不要咬到太岁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做？而且是其他的飞马，我们的飞马杰森邦去跳 Gangnam Style， 就是韩国的，很好看的 video 要做出来了。然后我们的陈静飞马去跟他的组织配合，去完成一个很难度的一个对唱，都非常的感人。然后呢，我也学习绿威创办人的那种精神。在会议里面放内容，我们也设了1等奖、2等奖、3等奖，只要有参与的就是给奖品。最少是3个飞马带领表演，但是3个飞马都有拿，最差的也是拿到3奖嘛，对吧？但是他们很兴奋，我在公布名次的时候，他们很兴奋，但是他们又不是，其实这个奖品对他们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胜利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到他们其实是要的是团队的凝聚力。通过这样的一个感恩宴，我就觉得那天晚上感恩宴一过之后，我就收到很多讯息，全部讲媚央我爱你啊，媚央你的会议，我们的团队凝聚力越来越强，会议办得越来越好，搞得有声有色，甚至有些久久来一次的那些不时常出现我们的会议，1年大概来2、3次的人，都会觉得哇，你们的成长速度很快真的。所以我也是真的是感觉到做这个，以前
我能够扛起责任，拿起这个会议。虽然一开始没有几个人，到最后各个飞马不断的产生，不断的配合，在里面拿到一股力量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团队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就是跟着绿威的系统复制出来的。好了，那么谈到这个会议之后呢，如果一个人会议全部是都参加了都全部都 OK 了，这些步骤啊，这些细节啊，全部都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如果没有设定一个目标的话，你觉得这个组织会前进吗？有没有可能一个团队由于某个人敢站出来去 commit， 他要3个月后成为孔雀领队，3个月再之后成为凤凰领队，再3个月甚至达到更高的目标，甚至飞马领队，然后一步步去完成。如果有这样一个大目标的人跳出来的话，并且去执行的话，你们认为这个团队会不会接下来影响到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有目标？好，所以目标也是复制的。因为呢，就刚才我们的冯玉恩台湾的领袖他就讲了，他在15个月里面连续挑战孔雀领队，在3个月再连续挑战凤凰领队，我也听过你第一次演讲，在3个月又挑战麒麟领队，在3个月又挑战了飞马领队，对吗？意思是说你没有1个月是停的，意思是说有一些领导人他达到了孔雀之后呢，他就进入一个舒服的状态了。很多领导人他们有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他就觉得我3个月达成目标之后呢，我就去夏威夷晒太阳了，有吗？有啦，可以，你去晒2天就好，你不好晒到第2年也是孔雀，第3年也是孔雀，那个孔雀的毛都变色了。我没有在讲你们精英领队，不好意思我说我这边的啦市场OK 好拍手 OK 对呀，你看就是因为有一些领导人连续不断的设定自己的目标，那个目标因为有你敢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就复制的目标所以要达成这些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但是也不能心急，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大家认同吗？第一个时间的累积，时间累积非常重要。这边已经看到了啦，绿威是可以做的一个公司，绿威是会给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的，绿威是可以给你达成一个理想、一个梦想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你今天不给自己3-5年，你觉得是可能吗？好，比如我今天第一次来的人举手一下，刚才我没看到。好，第一次的人，我不管你今天是被骗来的也好，被哄来的也好，还是你陪你的朋友来的也好，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来，总之你来到这里了，那么你来到这里了，那么你今天听了这一场领袖培训会之后，就要去设定这样的一个目标，你不要白来。然后告诉自己，今天台上这些领袖能够在3-5年成功，那么你自己也跟他们一样。如果他们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也可以做得到。3年、5年，时间会短吗？时间会长吗？不短也不长，对吗？你说长也不长。如果你要很成功，像在外面做企业的人，10年成功，会有很多人吗？我跟你们讲，10年100家公司做只剩下1家，再过10年在100家公司里面只剩下1家，意思是说20年里面我们只剩下1家公司，对不对？外面的平台所以很多人讲我没有朋友，因为你去到的平台，很多朋友被毒死了，很多平台没有了，对不对？有些人跟错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可靠。所以为什么讲直销是这么的负面，就是因为很多平台的问题，很多公司的问题。所以绿威这家公司，你看在这10年里面，刚才我们总经理也讲过了，
很多领导人并不是说10年就成功啊，没有一个说做到从Liway开始第1年，现在10年才成功，不是哦，3年5年就成功了，而且是超有钱，而且是6大目标全部平衡的发展的，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有没有可能说3年5年，有些人又很急呀？今天我看到可以有人成功了，来到12月29号新加坡的表扬大会，很有气场。不管那个台上的人在讲什么，他就知道这家公司可以做了，然后他就要在下一个月就要成功。你们觉得可能吗？也是要时间累积吗？不可能嘛，对吗？所以呢，今天开始Liway也是要把2019年当作是第1年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刻，我们跟着Liway的脚步，刚刚好这个平台，刚刚好Liway这家公司想要从香港开始，在这里开始想要大发展了。那么是不是机会？很难得的机会，就是刚才我比喻的1000家公司里面的1家，有可能都不止1000家。大家认同吗？所以呢，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我们要花一个时间，3年到5年，认认真真去做，认认真真去带队。那有些人讲，我花一个3年还没有成功，你3年做什么？3年只是开3次会议而已，那会成功吗？就是关键在于你3年里面有没有一直在做，一直在跟着系统，一直在跟着会议，一直在带队，一直在以身作则，一直在很有宽容心的去做。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而且第2点就是要集中，要很集中。你不要想想这边也要去做，想想那边也要做。有些朋友中国有多少个城市？20多个，对吗？我离开太久了，我不记得了。城市太多了，数不清啊。比如有20多个地方，它20多个都有人。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要的地方要集中的去做，不要说我这边也要打，日本也要打，韩国也要打中国的20多个城市、30多个城市我都要去打。那么你的人会分得开吗？分得开吗？分不开，你复制得到吗？除非你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在复制。那么就是要很集中，你要选一个地方，你要锁定一个地方，你要狠狠的打。你可以锁地方吗？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锁地方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呢，1天去这里，2天去这里，3天去这里，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锁地方，要集中。集中也是有集中的规律，对吗？就好像我们太阳的聚焦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大自然的规律。所以大自然是多么的美妙，大自然来的规律都是成功的原则。你拿一个放大镜，对着那个焦点来照的话，对着一个纸 A4 paper， 刚才我那张纸照的话，如果你摇啊摇的话，它会燃烧起来吗？肯定燃烧不起来。你一辈子，你用100年，它也不会燃烧起来。但是如果你一直盯住这个地方不动，集中的不动在那边的话，那张纸会烧起来吗？很快就会烧起来。就是说我们要打根基。第3个，我们要打根基。我们的根基一定要稳，因为你集中了之后，根基才会稳。就好像我们这个大厦，它有没有根基的？它有，没有根基的话，风一吹就倒了。3长2短就倒了，就会很危险。所以它根基一样，做Liway这个事业，我们这个根基一定要打得很稳，从集中那边过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根基。那么第4点，我们需要一个向上向善的一个态度。刚才玉恩也提过了，凡事都要看好的一面。如果你一点点都看到很多丑陋的一面，或者是你看到到处是人家的缺点，你觉得这个团队是不是复制人家的，一直在指责人家的？
对吗？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一直在指责人家，一直在背后讲人家的坏话，一直在讲这个讲那个的话，那么你的团队也有可能会大的，可是大的话也不会很快大，而且会很有问题，而且是你会复制的是指责，全部是抱怨的。好，所以我们凡事都要看好的一面，凡事要去包容他，然后可以给他去成长的，用一些事迹，用一些故事来影响他，把他带入到你认为正确的一个方向。好，所以我们凡事都要向上向善的一个态度。好，那么接下来你必须要有胆量。好，接下来一点，你就必须要很有胆量。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好，你什么都守规矩，你什么都跟从会议，什么都也花了一个3-5年的时间，也定下了目标。那么如果你优柔寡断的话，今天决定的事情，明天就翻来覆去改变的话，那么你也成就不了大业，对吗？有没有一些伙伴，今天设定了打3星，过了15天之后，他说不行了，再多2个月筹备。今天准备说要筹备，要下个月开始打孔雀，或者下个月开始打飞马了，到了下个月他就很容易放弃的，有没有？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胆量，你喊出来，我敢，我要，我敢，我要，那么你就要去那个胆量去把它放大，把它做出来。好，那么最后一点呢，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责任心。好，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责任心。如果这个团队是负责责任的，那么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将会扛起责任，把整个团队做到很有效率。好，大家认同吗？有一些人就觉得，不管我的事情你讲会议7点半开始7点45分到，前面你们去准备准备。好，那么可能是会议结束了，也是第一个离开。那么什么活动，什么领袖培训会这些只是很草率的打几个电话去邀约人来，都没有扛起整个组织的责任。所以刚才讲的，你要很有责任的去卖这个会议，因为所有的业绩，所有的生产力都来自于一个你卖的多好的一个会议。我并不是说叫你去卖会议，一张票收20块还是100块。好，你要把它讲的有力量，讲的有能量。好 ，OK， 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这家公司给我们的感觉是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正直、正派、正面的，老板第一个在做着这样一个复制的动作，给我们每一个地方在倍增。好，像有一些公司，他们的领袖培训会、他们的表扬大会1年只有1次而已，而我们的公司有多少？每一次在增加，而且是今天3场同时开。你觉得说3场是不是要给3个地方的钱？对吗？那有一些公司，他们1年才办1次，是不是节省钱？那我们一天办3场，是不是要给3倍的钱？而且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有没有给钱的？没有给钱的吗？对吗？你只要人来就好，带人来就好嘛。所以呢，你看这家公司一直在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去复制人才出来。好，搞不好这样的会议就会有复制出很多很多优秀的领导人复制出来，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会议。好，那么讲到所有的一切，我们照着这一个三个宝还有卖一些会议3个宝所有的一切去倍增，用自己的正确的态度胆量责任感去倍增。这一些如果公司领导人，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没有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也做得倍增不出嘛，对吗？就全部，我认为全部归功于，因为我们绿威公司有一个总裁叫林文峰先生，就是因为他很舍得把
所有的赚来的绿威的钱投资在会议上面。有一次我看到，以前我听到LVC 啊，我们的副总裁 LVC 啊，经常讲，老板去到 Apple 是没有钱的，就是老板身上是没有钱的，证明老板身上没有带钱的。我就觉得很可笑，哪里可能？一个大男人出门怎么可能不带钱，对吗？所以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最有安全感的钱，最有安全感就是用钱来保护自己嘛。老板，我看到的我们这一个老板已经是去到一个另外境界了。那天我们的新加坡总经理在请我们新加坡的飞马吃饭的时候呢，那么老板也有来，那老板跟我们讲完话之后，他起身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呢，Claudia 就从包里面拿出了几张50块的给他，他就说你放在身上 ，in case 你会拿着用。我就感觉到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老板啊，去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就是不是普通人的境界，他已经眼里没有钱。我并不是说他不需要钱，他已经去到一个他不需要收钱的人，对吧？他越是不要钱，这个钱自动又来了，因为钱有4个角，人追钱是追不到的，因为我们人才2个角，钱有4个角是追不到。那么最好的方法是让钱来找我们，对吗？所以呢，就是说老板他已经眼里面没有钱，所以我体会到这一点。哇，这样的一个总裁，他已经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资在绿威的伙伴上面，绿威的领导人上面。你看，他在新加坡从租一间办公室小间的，做到买一个3层楼的办公室。有些人讲那个不是什么，因为有些大老板的还要大，但是有些大老板他们是投资property赚钱，投资地产赚钱，但是我们老板要的是这个地方是给我们去借力。那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总部，因为绿威的方向是在每个地方，甚至在每个国家建一个总部。那刚刚台湾也是有买了一块地嘛，就是我们的唱歌部总监 Hoya 去接到一个大任务，自己去谈判，买下了一块地，是给台湾的伙伴借力。你看我们公司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全部在考虑着我们的伙伴的，考虑着我们的领导人的？他们我们的总裁跟我们的总监们都好想让我们多赚一些钱，都好想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团队出来，能够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不管绿威有多少钱，一有钱全部投资进去，一有钱全部就投资在人的身上，这个叫财聚人财散，财散人财聚。讲这几个字很容易，真正做到的话是非常的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那天我在感恩宴的时候，Claudia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还行，到时候看临场发挥。我就说不用讲太多，就前面摆着2个人，绿威公司最重要的2个人，一个是我们老板林文峰先生，还有一个 Miss Claudia， 一个是男神，一个是女神，对吗？一个是男人的榜样，一个是女人的榜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们只要复制这2个人，男的去复制老板，女的是复制 Claudia， 但是思想上面当然是可以复制老板跟 Claudia 一起。好，你看，当我讲到说，甚至有些人讲甚至是这2个人并不是说偶然出现在你面前的，也不是真的是说你会遇到这2个人，你有多大的福气才可以认识这2个人。那么后来我的一个伙伴就讲，老板跟 Claudia 是上面派来的2个榜样，让我们来复制的，让我们来学习的。你们觉得是不是？肯定是，对吗？
所以给我们2位创办人一个掌声。好，这家公司Riway这家公司，它在我们领导人在冲刺的时候，不但的给予支持，甚至给很大的促销，让很多领导人在打并届的时候去达到他们的一个目标，而且还给出了很多额外的 bonus 花红出来。额外的花红，大家听到花红就会眼前一亮，对不对？就譬如有些公司，他们看到领导人一个月赚300千新币的收入，30万新币的收入，400千、40万新币的收入，甚至500千、50万新币的收入的时候，别的公司的老板看了会眼红，他们会去做什么？他们会去改制度，对吗？他们会去想尽办法让 distributor 让直销商少赚一点点钱，而我们公司的老板不但不改制度，还要多给。就譬如 Prestige Point 华语叫什么？反正是达到一个3星，他给你1分，这个叫 P Point， 我们简称是 P Point。这个 P Point 2个 P Point。你又可以去买回一套，你拿了产品还有对碰奖金出来。以前一开始Riway开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的，我加入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制度的。当这个Prestige Point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嘞。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现在每个月都有好多Prestige Point嘞。就是2分就是3688新币嘛，对吗？是不是？我们达成飞马的话，就是12个3星嘛，就是12分嘛。如果你每个月都达成飞马的业绩的话，你是不是有12个3星？12个3星除以2就是6乘以3688的话是多少？6乘以3688是多少？反正是很多钱，换成人民币再乘以5，3688乘以6再乘以5，你觉得是多少？所以这些钱，你每天拿了碰出来的钱放进口袋之外，当然我们要投入组织，你额外还有 P Point 会出来给你补贴，还有 Brand B 呀。你知道我们有些领导人的 Brand B 多少吗？有个领导人，有个最高领导人，就是37团队最高领导人。那天我就很那个吧，很想知道，因为我是很想知道他们是有一些东西拿到多少的，我就去问他，David， 你上个月的 Brand B 多少啊？然后他跟我讲多少？100千哦，100千新币，10万新币，就是50万。你们觉得多吗？那个是1号，比如12月1号到12月31号，你已经是，比如已经赚了几百千了。然后在1月1号的时候他的 Brand B 出来100千，你们觉得吓人吗？很吓人呢。我跟你讲，你走路会有风，然后睡觉想要笑，然后你每天心情都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当你金钱上面烦恼一解决的话，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对吗？如果没有钱，你不要跟我讲钱太俗气钱一点都不俗气，很爱钱。为什么呢？因为钱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的99%以上。好，很多人家庭妻离子散，为什么会家庭妻离子散？钱的问题呀。好，有些同事朋友之间以前很好的，后来借钱不还，也是变成不好，变成仇人，对吗？所以当我们金钱上面的问题一解决之后呢，我们的各大问题都已经是很容易被解决掉。好，所以呢，我在想，如果Riway我碰不到Riway这家公司的话，有可能我还开着一些店，因为以前我做传统行业的生意的。我以前做着传统行业的生意
好，那天我就跟我们的 Cordia 讲，我说这个新年啊过得很充实啊，每天都在捞鱼生，每天都有好多朋友来我家里拜访，然后呢，每天都是在谈着很好的目标的一些方向，过得很充实，又穿得美美的衣服去餐厅吃饭。哦，那如果是换成我还没有进来绿威之前，有可能我还在做着传统行业的小生意，然后为了5分1毛的在算着这个利益，然后为了一些租金的问题在爬头皮，也不会穿成这样，穿一个 T 恤，再穿一个牛仔裤，然后再每天早上去开店，晚上去关店。好，那种日子没有什么新年，因为那时候我开店的时候，年初1休息1天而已，年初2就开始拼命去拼了，然后拼到身体都没有了，拼然后我先生的身体也很差了，然后拼到最后，我们真正要的一个结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你看，来到了绿威，我选对了这个平台，其实是非常感恩的。以前我跟我的朋友讲一个生意做了3年我就看不到方向了，因为我是很敏感的，我对机会是很敏感的白羊座的人对机会很敏感的。然后做了3年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以前批卡这些Victor 他们懂批卡的生意，我在做批发卡的生意批发卡的电讯行业我都是大概是做3年我就 pass 给我的手下去做了，我都不要做了。但是来到绿威我就觉得我过了3年，我没有感觉到想要换，我没有感觉到，我觉得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学，还有一大堆东西我想去实现的而且是说他给我的绿威给我的方向跟格局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真的是无法想象。他给我们的方向，甚至是说真的是说有时候是说天算不如人算，但是这个算是好的。你来到绿威公司，你一步一个脚印的话，你3年5年，然后配合你的领导人你扛起责任带队带上你的组织的话，把一个一个团队独立起来的话好好的复制下去，学做教这些教下去的话，你的团队会自然而然的形成。我们曾经有一位很优秀的领导人讲，如果3年5年你按照我的方法不成功，赚不到钱的话，我养你一辈子。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有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也不是说叫你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过了3年说你来养我，那个是妄想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绿威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真的是每时每刻都要很热情，碰到问题要很热情碰到一些好的事情也要很兴奋有些人讲这个人神经病好坏都会非常的好，就是这样的。譬如很多人都讲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中国市场是严打什么的敏感的话题嘛甚至我有一个好朋友，那天我要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他是教这些直销公司课程的一个领导人，然后他说梅姐我现在在中国不敢讲产品对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会有人。然后我在想，其实这些事情按照绿威的作风，有问题就会有机会，对吗？如果这个问题只是对我一个人的话，那个就是不公平的。那如果这个问题是对全部人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公平。那么我要感恩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趁有这样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吓倒了一批人，我要脱颖而出。对还是不对？对吗？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吗？你不要跟我讲你这些 ABC 的问题，这些 ABC 的问题99个人懂，但是我要你做那个那个人不怕问题的人。但是也不是叫你去违法
犯法哈，这个补一下啊。你看到的问题，全部人都是问题，而你在问题里面找到你要的商机，那个就是老天爷给你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那个把问题转为力量的人，好，把问题转换成机遇的人，好，所以这个不简单，这个我知道很难，但是呢，你想想一下，你那一刻要来绿威做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那一刻看到某位领导人在台上出现的时候，你觉得你想要成为他的时候，好，你那一刻，好，在跟你的父母亲讲你要成为一个最棒的人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在这个时刻有机会把同样的问题当作是一个天大的机遇，好不好？今天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我讲的东西有可能觉得是很闷，但是有可能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你，与众不同的你，你有可能有一些话刚好是刺到你，好，有一些我举的例子刚好是在讲你，你就把它当作是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动力，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能量，好，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方向，好，敢在绿威把自己变成绿威还没有出现的第1名的人，好不好？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们，感恩大家。好，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飞马领队伍杨宗芳小姐一个热烈掌声。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说从他去新加坡的一些故事，就有提到说，老板身上是没有钱的，对不对哈？我听了我觉得很奇怪啊，老板建立了 Riway， 他不可能身上没有钱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跟老板坐下来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说可能在讨论这一些成本的一些东西，成本的价钱的一些东西。好，那么突然间就是说可能要提升某一些成本，那么需要经过老板的一些同意才能够批准的。那时候老板有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到底能够批或者不能够批？不过那时候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听到老板这样的一个回复，我马上整个人都想象不到是这样处理事情哦。你看老板只讲一句话，他说今天 Riway 10年里面所赚的钱不是他的钱，是几个国家加起来，因为领导人给予公司的信任，我们才诞生这样的一个业绩，而就是说每一分每一块都是血汗钱来的。今天这个钱如果要投资在一个地方的话，要拿1块钱先变成几千块钱了，只要动用到公司的1块钱投资在某一些地方的话，那么这个1块钱最好值它的价钱，最好值那1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讲了，这个钱不是属于老板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单单这一句话，我就觉得说，老板真的是 steady， 就好像哈西姆所讲的，真的要给老板一个热烈掌声先。好了，那么刚才 May 分享了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从今天早上玉恩所分享的，就告诉我们一些心态上的一些东西，态度上的一些东西。那么 May 的分享就给了我们一些方法的一些方法的一些做法，就是给我们一些方法就对了。好，那么方法大把，很多方法。就是每一场领袖培训会，每一场小型的会议，其实要是我们注意听的话，从故事里面我们就会吸收到很多方法来建立我们的团队。不过我个人很坚持的相信一个东西，我们听了再多场，听了无数的领袖培训会也好，你去到办公室扫所有的 DVD 回到家，一个一个去看，
好，不过要是你没有去执行它的话，你听得再多等于没有用啊，对不对啊？好，最主要还是在执行，而必须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因为今天公司也好，领导人也好，他们可以给予很多方法，给你很多方法来处理某些事情。一个方法、2个方法、50个方法、100个方法，可是只要它没有结果的话，再多方法等于没有用啊！你们认同吗？所以刚才在听 May 的分享的时候，就突然让我想起很多东西。你看，单单这4天到5天的时间，其实是挺有趣的。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去说拜年也好，去走走也好，去逛逛也好。我去了南宁，我去了南京，我去了杭州，我去了香港，然后终于来到澳门这里了。而且我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今天不管我在哪里也好，我可以出现在南宁，我可以出现在南京，我可以出现在香港，我可以出现在台湾也好，或者澳门也好，我发现到一个很相似的一个现象，不管我去哪里，他们都会告诉我他们吃的东西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很奇怪，我去南宁，他们告诉我说这里东西很好吃；我去南京，他们告诉我这里东西很好吃；我去到台湾，他们告诉我哇这里东西很好吃。不过他们从来不会讲别人的东西比较好吃哦，就是我们这里很好吃。那时候我在想，他们告诉我这么好吃，是不是想要引导我，叫我多一点回来吃呢？我不知道。所以你看，最近我的母亲因为退休了，也没有在做什么东西，所以整天在家里都是无所事事。那么非常非常好学的，我母亲非常非常好学，每天会自己上网去 YouTube， 就是上网去某些网站去看某些视频，教你怎么做花的他就做花，教你怎么煮菜的就煮菜，就一直在学东西。那么最近呢，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在学讲煮海南鸡，是不是这样讲？海南鸡。好，那么你看，尤其是海南鸡这么不容易煮的一个东西，那时候我就想说很好啊，你在学新的东西，就鼓励他去学嘛。结果他真的很努力的去学，还不用紧。那么通常一来到煮的东西，就要有人成为白老鼠，对不对啊？然后有一天我从房间走出来，我就看到2盘很大块的鸡肉就在那个餐桌上。通常我们选择吃鸡肉，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我就比较不喜欢吃鸡胸的，比较干的，那个肉比较干燥一点的。结果我一走去那个餐桌上，一大盘都是鸡胸，然后其中一小部分是腿，那么我就比较喜欢吃腿一点。那么腿就2个而已啊，那么我吃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要给我妈妈吃的嘛。结果吃完那个腿，哇，肚子又还是很饿。我就看，哎呦，鸡胸，因为想要不要先配饮料先。就是不好吃都要硬吃啊，对不对啊？至少说不要去批评他煮的东西，鼓励他再去学习，再去进步。结果我拿着筷子这样夹第一块鸡胸放进我嘴巴的时候，我感觉到里面的汁差一点喷出来。因为我觉得他煮的第一次尝试的海南鸡真的很好吃嘞。哇！结果我就对鸡肉有很大的印象在里面了。结果我就去到南宁的时候，我就跟几个我的伙伴讲说，哇，我的母亲煮的那个白斩鸡、海南鸡什么鸡也好，很好吃的，你有机会你要来试试看。相同的，今天我也跟你们讲这一句话，有机会你们真的要试试看。结果我自认觉得已经很了不起的一个鸡，就突然让我想起到一个东西。那曾经有一次我跟几个伙伴就去到南宁，那么我就发现到中国其实很方便，吃的是很方便，你几乎在那边不会饿死。不管你在几点你要吃东西都是很方便的，因为有一个 APP 叫做美团，对不对啊？我现在讲我都流口水。任何一个时刻你要吃叉烧饭找得到叉烧饭，你要什么你要水果什么都有。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哦。那么我们外国人去到中国又人生地不熟，又不是很熟悉，就习惯吃什么快餐。所以那时候我跟几个伙伴呢，就会议结束了，不是会议啦，就说去了那边见了几个人，我们就回去到房间。那时候 Victor 也是有在。那么我们几个人不知道，我们就去点了披萨。然后点了披萨的时候呢，突然间我们的飞马领队乐琪
就打电话过来了，他说：“哎，我们现在去吃东西啊，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吃？”我说：“哎呦，你早点讲嘛，我们已经叫披萨了。”结果他听到我们叫披萨，说他很愤怒，必须要用愤怒来形容。说：“哎呦，你们这些外国人啊，真的是不懂又不要问哦，自以为是自己叫披萨，对吗？又不好吃这些，哎。”那么我就跟他讲，没有办法，我已经叫了，已经点了，已经到房间了。所以不用紧，你跟 Victor 他们去吃，我们几个会在房间吃的，等一下我们再见面的。结果他讲 OK 了 OK 了，好好好，他就离开了。结果我们几个人就在那边吃咯。突然间呢，乐琪就发我一个简讯，哇，这个简讯经典，非常经典。他简讯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蔡老师，我帮你叫鸡了。”我们给乐琪一个掌声先。这里看，我的华语本身已经很差了。当我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是他的华语差还是我的华语差？结果那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简讯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在研究，你帮我叫鸡了，那么也有一点太过分了吧？这么多人你叫一只鸡？那时候我在想，是我的华语有问题，还是他的华语有问题？结果我就问他什么鸡啊？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完全是沟通有一些问题了。结果一不睬他，也没有回复他哦。突然间多一下子，他就发我第二个简讯了。那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了。他说：“蔡老师，你的鸡到大厅了。”我才拿起电话，才打开，不好意思哦，可能语言的一些问题，请问你讲的鸡是什么意思？他才告诉我：“哎呦，你不要胡思乱想啦，我没有胡思乱想，他引导我，让我胡思乱想。”他说：“我告诉你啊，南宁这个烤鸡啊，你不得不吃，非吃不可。”结果我们原本希望是来到这里的，结果来到一个烤鸡。不管怎么样，是一个笑话来的。不过老实讲，那一天我们吃到这个烤鸡，哇！然后前几天又带我去吃不懂什么鸡，又是鸡，总之跟鸡有关系的，所以我对最近听到鸡这个东西很敏感。不过很好吃。结果去到杭州，哇，那个更够力。去到南京，哇，老喂，就是会很怀念，很想要去吃的。结果这一次我来到澳门的时候呢，3更半夜凌晨1点钟哦，真的找不到东西吃了，又不想要叫酒店的那个room service， 我就自己一个人去逛咯，去街上逛，就找到一个叫做一个很像 food court 这样的 food court 叫什么美食中心这样的。结果让我看到一个东西哦，真的完全抓到我的集中点，就是椰浆饭。你们知道什么是椰浆饭吗？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出名的 nasi lemak 椰浆饭，非常非常香。然后它最主要关键就是它的辣椒跟它的饭。那么你不需要太多料了，其实你单单配花生就足够了。一个很小的一片鸡蛋就足够了，很香很好吃的。结果我一看到的时候，因为有可能太久没有回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我完全没有花第2秒的时间考虑，我马上就点了。结果肚子很饿的情况，我一坐下来，第一口掺辣椒，嚼啊，第一口放进嘴巴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失望。为什么？因为那里的招牌写新马椰浆饭。就是有接力的，有就辣的，有接力讲到说是新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椰浆饭。可是第一口我一吃下去，我就知道说那个口味是完全18000里的差别。然后一边吃的时候又真的是愤怒，又没有太多选择，就吃了椰浆饭，新加坡的。越吃越辛苦。不
不过吃的过程当中，突然间让我想到一个东西，我就赶快吃完，就赶快跑回去房间，就把它写下来。这就是从刚才到现在我所跟你们谈这些吃的东西，最主要表达的就是，你看，2个店面卖着相同的椰浆饭，可是它的口味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你看，虽然我们讲在澳门的也是卖椰浆饭，在马来西亚的也是卖椰浆饭，可是单单你的做法不一样，你怎样煮你的米，你的辣椒怎么配，它的结果就有可能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了，对不对啊？而有可能就吃了那一口，你会觉得说，你再也不想要再去吃那一档的椰浆饭了。相同的，你看这里都有喝过咖啡，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要泡一杯咖啡，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碟，我们需要一个杯，我们需要热水，我们需要牛奶、糖，我们需要咖啡粉，对不对啊？可是2个人泡相同的一杯咖啡，有可能2个咖啡的口味会是18000里的一个差别。有些咖啡会比较好喝，有些咖啡你喝一口，你就不想要再喝第2口了。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就跟他如何去泡这一杯咖啡的那个顺序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先加咖啡粉，加了咖啡粉过后我加牛奶，加了牛奶过后我加一点糖进去，我再加热水，我再搅这一杯咖啡，出来的咖啡就会很新鲜，就会很香。那么这样的咖啡自然而然最好喝。不过要是其中的相同的一些步骤，不过安排在错的程序上的话，那咖啡的味道出来就有可能就有差别了。那么比如说有些人就先加烧水先，他先搅那个烧水，然后再加糖，再加咖啡粉，然后再加牛奶。你看它的口味会不会有差别呢？还是有差别的。意思就是说，要是我们要做到相同的一杯咖啡，相同的一些材料，咖啡粉也好，牛奶也好，而要做出相同的一个口味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要100%的去复制里面的流程，对不对啊？如果根据流程讲说，你先放咖啡粉，我们就跟着放咖啡粉。如果流程说我们先加牛奶，我们就加牛奶，然后再加热水，然后再继续的搅下去的话，你应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香喷喷的一个咖啡。我们就要100%的去复制这样的一个流程去执行，它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刚刚May所跟我们谈的这一切，在团队上的一些运作也好，在销售的一些方法也好，在推荐一个人的方法也好， ABC 法则也好，会前会中会后也好，你看听的我们大家都听一样的。问题就在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100%去执行？包括邀约人，有些人想我有邀约，可是他有可能只不过复制了98%，那么98%是不是100%呢？并不是。99%是不是100%呢？也不是。这里所讲的100%复制，就是从头到尾，我们必须要100%的去复制，它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这就是最主要，刚才May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次给May一个热烈掌声。